看来皇叔过得不太好。你这叫什么？图穷匕现吗？皇叔错了，对你图穷匕现的可不是我，而是你的好侄子。不过，我倒是很愿意送皇叔一程。皇叔要不要喝杯酒，暖暖身子？别急，咱俩先好好聊一聊。也是，我早就猜到，皇叔有好多话想要问我。当年拒马河一战，是不是你故意把北凉密探的消息告诉薛孝堂？是我呀。太皇太后那个毒妇为了取你的性命，竟然不顾3万大军的死活，把你的行军图出卖给北凉。我只不过是顺水推舟，给他提供了传递情报的门路罢了。可惜呀，皇叔的命还是太硬了。不过您能活下来，我倒是很欣慰。若真是没了您，我还没办法这么顺利地扳倒那个毒妇。你身为南辰公主，本就是金枝玉叶，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，为何还要叛国？皇叔可真是大义凛然。有句话不知你是否听过：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当年那个毒妇杀了我的生母，父皇被迫把我送出定京。我虽出身皇族，却日日提心吊胆，寝食难安。每天夜里都会从噩梦中惊醒。你可知我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我母妃也是死于太皇太后之手。我虽长在宫里，但从小到大都是活在她的恨意和杀机中，多少次死里逃生，又比你幸运到哪儿去？柔嘉，你这么说，不过是为了你的欲望和你的所作所为开脱罢了。是。贾遗诏是我换的，世家跟刘琛的战火也是我挑起的。我从来要的都不只是复仇，我要的是权力。是南辰的至尊之位。你终于都承认了。皇叔的遗言说完了吗？没有要跟卓华说的。
我下次见到他，定会替你转达。穆大人，我们已经引开守卫，你赶快去找镇国大长公主。大长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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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定王殿下被人诬陷，下了天牢，唯有诛邪剑才能给他一线生机，求大长公主帮助。您的意思是，诛邪剑在拐杖里？快去救燕儿！多谢公主。你再敢提他一句，我便拧断你的脖子！皇叔该喝酒了。怎么，你又抗拒？王爷，王有诛邪剑于我，刘烨已死，赢家终究是我。知道他为什么死吗？难道到现在，你还觉得你选的路是对的？
公主，刚才金善堂那边传来消息，穆大人带人接走了大长公主。本宫已经知道了。那要去穆大人家把大长公主……不必了，皇国祖怕是再也不想回公主府了。诛邪剑一出鞘之后再无任何作用，那就把诛邪剑也给皇国祖送回去吧。王爷，王爷，小姐，王爷，小姐，王爷。陈儿，皇叔，这是你的生辰礼物。灵劲翠丽，锋芒逼人。谢谢皇叔。你喜欢就好。皇叔，这把剑您是从哪儿得到的？上次击退北凉军，从他们那儿缴获了几把云铁铸造的剑，我命人熔掉以后重新铸就的。竟然是从北凉军那儿缴获的，那我就更喜欢了。皇叔，你下次出征的时候也带上我，我也想上阵杀敌。皇叔等着你。陛下，陛下，这罪臣刘演虽已伏诛，可这尸身还在大理寺内，您看，一介罪臣而已，不配置本丧仪。直接走了便是。纵被无情起，不赢心。我的扇子，我的扇子呢？哪里来的狗婆子？云韵等你为我却山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终于醒了，你都快吓死我了。我睡了多久？你睡了整整3天。张院士说，你要是再不醒，可能永远醒不过来了。王爷呢？3日前，王爷的尸身被埋在浮云山下的墓园里。那人说，王爷是戴罪之身，
不允许有任何丧仪，就这般草草下葬了。王爷含冤而死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今日便到这儿吧。若没什么事，都可以退下了。目前还有什么事情？陛下，臣想告假几日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东西都安顿好了。妈妈做饭去了。
王爷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能丢下我不管。小傻瓜，你以前不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木郎中吗？你以前告诉过本王，即便没有我，你也能坚强地活下去。不是的，王爷，我说错了，我高估自己了，我不能没有你，你不要丢下我不管好不好？王爷，徐丽，徐丽。小姐，小姐，你醒了。菊丽，收拾一下，咱们回定京。哎，前面那个不是穆大人吗？听说他为了议政王之死大病了一场。哎呀，什么议政王？陛下下旨，不准置办丧仪，只能以庶人身份下葬，你忘了？上厕所，走吧。这是这些天和公主府有过接触的官员，我不敢保证他们都已投入柔家公主的门下，但只要有70%，公主府的势力就相当可观。柔家公主真是好手段啊！这上面既有世家官员，又有寒门子弟，往日里水火不容的两拨人，他竟然能双管齐下，尽收囊中。我曾经以为他是这世间最善良、最圣洁之人，如今看来，我真的是从来都没有认清过他。柔家公主惯会做戏，别说是你，就连王爷的。我之前翻看过大理寺构陷王爷的卷宗，发现那些证据简直不堪一击。如此看来，这不像是柔家公主的风格。穆大人的意思是，柔家公主是有意为之？构陷王爷恐怕只是柔家计划中的第一步，而接下来，他就要以这些为由头，替王爷平反了。怎么可能？构陷王爷本就是柔家公主的手笔，她为什么要替王爷平反？但是在外人看来，赐死王爷是陛下一手所为，因为也只有陛下才能够处置权倾朝野的议政王。只要把这些破绽翻出来，再咬定王爷是被冤枉的，就可以坐实陛下冤枉忠良的污名，从而孤立、逼迫陛下，动摇他的根基。他是冲着皇位去的，最终的目标是陛下。我绝不能让他的计划得逞。为什么？就算是柔家公主的阴谋，但赐死王爷也是那人亲口的旨意。穆大人，你为何还要帮他？因为这是王爷想做的事情，王爷的心愿，无论如何，我也要替他完成。公主，奴婢听说穆卓华最近异动频频，似乎正在暗中调查公主。
情理之中，他和皇叔情分非常。若皇叔死了，他不闻不问，本宫才要担心了。如今乾坤已定，岂是一个小小的穆卓华能撼动的？奴婢只是觉得，这个穆卓华和公主已经势成水火，继续放任下去，恐怕会成心腹大患。朋友一场，既然他想为皇叔平反，那本宫就随了他的愿。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，宝剑埋冤屈。唱的什么呀？这听说陛下赐死了议政王，议政王谋权犯上，本就罪当处死。哎呀，这你就不明白了。这议政王手握兵权，战功赫赫，真要想反，在先帝驾崩那会儿就反，何必等到现在啊？说的倒也不无道理。可是这议政王毕竟是陛下的亲叔叔，陛下总不能冤枉他吧？哎，天威难测，圣心难测。当年北凉南下，气吞如虎，所经之处血流成河呀！朝中众将无不胆寒，唯有议政王自请挂帅，奉命北上，这才拦住了那北凉的10万铁骑呀！说的太对，那一战堪称天地失色，日月无光。议政王更是一战封神，凭着那手中的长刀，守住我南陈的千秋社稷呀！对呀，大王不对呀！说得好，先帝构陷亲疏，残害忠良，可谓是昏庸无道，不配为君。是，昏庸无道，怀州灾情如此严重，百姓都快填不饱肚子了。朕下旨，减去怀州3年的赋税，有何不妥？陛下有所不知，先帝在位期间战事不断，国库快被连年增长的军费耗光了。陛下今日免了怀州的税赋，那明日青州、黄州等地遭灾，您难不成也一概免喽？长此以往，国库空虚，如何支应各地的赈灾粮款和军费开支？臣负周大人之意，国库空虚，赋税免不得。臣附议。臣等附议。